们都知道，我们很多人大腿后侧都非常挤，那一方面是大腿后侧的腘绳肌肌肉比较紧，另一方面是我们的膀胱经没有疏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膀胱经在我们身体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。那膀胱经其实与我们的头顶部下行至沿脊柱的两端，到达腰部，穿过臀部，一直延伸到大腿的后侧、小腿的后侧，那最后末端止于我们小脚趾的外侧。那所以膀胱经不通的话，是吧，全身好像都跟着不通。那膀胱经在一天当中最旺盛的一个运行的时间段是下午的3点到5点，那这个时间段属于申时。有句话叫申时津液足，养阳身体舒。那3点到5点最适合多去补充水分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更应该多去练一些前屈类的体式，尤其对于男生来说，更要把前屈大腿后侧的几条经络给它疏通。那前屈不通它会有什么症状呢？脖子凉、怕风，还有严重的话静脉曲张。所以我们在练习瑜伽的体式的时候，只要将前屈整个大腿后侧练的体位练熟了，然后这条经络通了以后，我们才可以将其他的体式练得比较好。Namaste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阴瑜伽课堂。坐姿的位置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热身动作，携带式单腿侧弯。将双腿向前蹬直，弯曲右腿，脚踩地，将右腿外侧跨到左膝盖上方，让右脚背完全落地。吸气，将手臂举高指向天空。吐气的时候，将右手臂向右侧落到垫子上来。慢慢的随每一个呼的时候，将右手肘往下落。吸气的时候，将左侧腰延展，朝向头顶心的延长线。在这里停留5个呼吸。慢慢吸气，脊柱立直，举高手臂，进入第2个携带式单腿扭转热身动作。慢慢的吐气，将手臂落下来，左手推右膝盖，右手提后指头抓地。所以每一个吸气的时候，将整个脊柱往头顶心延伸；每一个吐气的时候，将胸腔再向右后方扭转。保持5个呼吸的停留。好，吸气，脊柱回正，手臂举高。吐气时，慢慢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个热身动作，携带式单腿后弯。直接将双手向后，指肚抓地，掌根立起来，慢慢的坐骨推去，找一点整个骨盆往前倾的力，保持胸腔向上提。然后我们在这里依然保持5个呼吸，将胸腔打开。好，慢慢的回来，将腿向前解开。我们来到今天的第4个动作，单腿背部伸展。将右脚抵在左腿大腿根的内侧，把左屁股向后拉一点，骨盆摆正。吸气，把手臂举高。吐气的时候，手臂向前向下落到自己1/3的深度就可以。保持整个背肌是延展的，尽量不去弓背。慢慢的在这里保持5个呼吸，去感受一下前方伸直腿后侧的延展。尽量保持自己肩膀的放松，保持手臂的轻盈。好，可以加深了，然后慢慢的手臂再往前走一点，让
胸腔再往下落低一点，保持微收一点腹肌，肚子不能完全的去掉下来，前方脚稍微的勾一丢丢就可以。我们在这里停留5到10个呼吸，逐渐的去伸展前方腿后侧。好，可以加深了，然后慢慢的将头落下来，手臂再往前走一点，确保我们胸腔可以落到大腿上，然后在这里深长的呼吸，保持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去伸展我们整个大腿后侧的膀胱经。前屈不是很深入的同学，所以做到1/3或者2/3，然后也可以借助辅具，将头落到瑜伽砖的任意一个高度上。每一个吸气的时候，依然是去找整个脊柱的延展；每一个吐气的时候，更多的去感受大腿后侧的伸展。尤其是对于我们前屈不好的同学来说，这个动作练整个大腿后侧练紧张会非常的有效，所以始终保持身体放松。好，吸气抬头，吐气的时候指肚推地，慢慢把胸腔推起来，脊柱立直，将右腿向前蹬直，双脚摆动一下放松。然后我们换个方向来做，弯曲左腿，将腿跨在右膝盖前侧往上一点，吸气举起手臂，我们反方向将左手向侧面落下来，右手然后去带动整个右侧腰的拉长。依然停留5个呼吸，尽量让上方肩膀头打开。吸气举高手臂，脊柱立直，吐气的时候扭转向左侧，右手推住左膝盖，左手体后，指肚抓地，一定去把掌根立起来，手掌根别压实。慢慢随每一个呼的时候，向左后方扭转更多，看自己左肩膀头的延长线，保持整个脊柱的立直。5个呼吸以后，吸气，慢慢的将胸腔向前回正，举高手臂。吐气的时候，将手落到后侧，臀部的后侧，指肚抓地，然后再次去感受一下整个胸腔的打开，背肌的收缩。好，5个呼吸以后，慢慢回来，将左腿解开，将左脚抵在右大腿根儿，将右屁股蛋向后拽一点，确保骨盆摆正。慢慢的吸气，举高手臂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将手臂落到腿的两边。那我们刚才做完一侧，其实这一侧做的话就稍微会更轻松一点，所以请大家始终保持整个背肌的延展，肩膀头的放松，手臂的轻盈，只去感受前方腿后侧的伸展。我们依然在这里停留5个呼吸以后，再往下去深入。好，慢慢的将手臂再往前下一个深度，去感受自己胸腔更多的再往下落。呼吸一定要饱满，每一次吸气的时候，吸得非常的饱满，
然后吐气的时候，然后吐得非常的干净，再去吸下一个。大家一定要注重在练习时呼吸的配合，慢慢的再往下一个更深的位置。所以将整个肩膀头放松，还可以加深，慢慢的将手臂往前走得更远，将额头可以的话轻轻的落到垫子上来，或者在额头的下方去垫一个瑜伽砖都可以。我们在最深的这个位置停留15到20个呼吸。好，吸气抬头，吐气的时候指肚抓地，慢慢的推起胸腔，然后我们将左腿解开，稍微放松一下双脚，然后我们来到跪姿，进入下一个动作。让臀部坐实到脚跟之间，英雄式。将左腿向前蹬直，曲着右腿不动，将双膝并拢的位置。那右脚背没打开的同学可能会稍微有点疼。吸气打开手臂，吐气的时候将双手落到前腿的两边。那放松肩膀头，让背肌去做到延展，尽量不去弓背，慢慢的去找腹股沟折叠的力。那这个体式可以很好的去开到我们屈腿的大腿前侧，以及伸直腿的大腿的后侧。慢慢的把手臂往下走一点，让自己去循序渐进的往下深入。还可以加深的话，慢慢的再往下深入一点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脊柱腰背它是来到一个自然的生理弧度，保持肩膀头向后拉，放松整个手臂，整个身体也是柔软的。那这个体式可以开到我们屈腿的整个脚背。那有的同学在这个位置不能将脚背压实，可能脚会偏一点也没有关系。慢慢的把额头可以的话去落到垫子上来，或者在头的下方垫一个瑜伽砖，让自己舒适的位置就可以。放松下来，我们在这里持续的保持呼吸的停留，一定要让呼吸深长而饱满。好，慢慢的吸气时抬头，吐气的时候指肚推地，将胸腔上提。
然后我们将右腿向前伸直，慢慢的再弯曲左腿，我们换边去做另外一侧。吸气，打开手臂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把手臂向前、向下落到腿的两边，保持膝盖窝伸直，腿的膝盖窝要往下落。很多同学都会翘起来，尽量让膝盖窝沉下去，感受腿后侧的伸展。那翘起来腿的一侧的臀部也一定要压下去，有同学也喜欢将屈腿一侧的臀肌翘起来，慢慢随呼气的时候往下逐渐的去深入。然后将手臂向前再往远走一点，慢慢将头往下落，整个胸腔落到前方大腿上面，保持在这里停留15到20个呼吸。持续的在这个位置静态的去保持住。好，慢慢的吸气抬头，吐气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向后推起胸腔，退出体式，然后将右腿弯曲，我们进入下一个动作，手臂往前先来到跪姿，骑马式，屈右腿，将右脚往前落到手的内侧，往前走一点，然后将手指往前，去让整个右侧的胸腔来到右腿的内侧，别落到右大腿上方，慢慢的将骨盆往下沉，那右侧的臀肌要向后收，不要往前拽，去感受后方大腿前侧的伸展。那骑马式这个体式可以很好的伸展我们后方大腿前侧的胃经。那有的同学可能手够不到垫子，所以可以在手的下方去放瑜伽砖作为辅助，保持在这里一直停留。还有同学很喜欢在这里弓背，所以一定要去找背肌的延展。我们在练习瑜伽的体式里，几乎全部都要求找背肌的延展，脊柱的延伸。
好，我们进入下一个动作，半神猴式。慢慢的手推住地板，将重心往后移，让后大腿垂直地面，前方腿伸直，将前方脚回勾，脚后跟用力去蹬地，大脚球用力去向前蹬，千万不要在这里拱背去抠肩缩脖子，一定把肩膀往后拉，去找骨盆往前倾，然后找背肌往头顶心去延展的方向的一个力量。那前方的骨盆的外侧一定要向后拉，很多同学在这里特别喜欢歪骨盆、弓背、抠肩，所以一定要去找到这个自己的位置以后，把这些小毛病去调整过来。然后我们慢慢的再往下深入，将手掌根可以的话压实到垫子上。大家选择辅具的话，将瑜伽砖去落在一个不同的高度，来到腰背平行地板的位置。还可以加深的话，慢慢的弯曲手肘，将前臂落下来，将整个胸腔完全的落下来，慢慢的放松头，放松整个脖颈。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前方大腿的后侧伸展的已经非常的好，保持在这里停留。那后方脚背一定要压住了，不能一会儿就翘起来，不然后方膝盖压力就会很大。所以根基是后方脚背、后方膝盖、前方的脚后跟儿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抬头，将手臂推起来，慢慢的指肚抓地，弯曲前膝，重心往前柔软下来。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动作，全神猴，也就是一字马。将前方腿向前蹬直，后方脚回勾，膝盖离地，将后方腿向后撤一点，慢慢尝试让自己的骨盆完全落地，回头看看后方腿有没有平行垫子的长边，脚有没有歪掉，把脚先摆齐了，手指头抓地。那有同学在这下不去的话，依然去选择一个瑜伽砖，选择自己的高度，3个高度。那后方腿曲着，前方腿蹬直，一定去把骨盆摆正了。然后我们先在这个位置去停留，然后慢慢的在随呼气时往下深入，可以的话去将手肘完全落下来。这个体式更多的是需要去将后方大腿根儿完全的往垫子上面落下来，所以才能确保我们骨盆的正位。尽量不要去翻胯去做，就是屁股蛋儿一前一后，哪怕我们会阴的位置离垫子有10公分、20公分都没有关系。好，慢慢将手臂往前伸直，将整个额头轻轻松松的
落到垫子上来，在这里保持15到20个呼吸，完全放松下来，去感受后方腿前侧以及前方腿后侧的伸展。那我们初学者练一字马的话，基本上大家都从骑马式到半绳猴，然后再去进入到一字马。那刚开始进入的时候，进入下来以后，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体式，那这是第一阶段。那在这个体式当中，能够保持很长时间，而且是非常舒适的话，又是另一个阶段。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练习，让自己轻松的去驾驭这个体式。慢慢吸气，抬头放松，吐气时指肚抓地，将躯干推起来，手臂压实，然后我们去退出体式，趴到婴儿式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换边去做另外一侧。吸气，抬头，手推地板，来到跪姿。屈左膝向前一大步，跨到左手的内侧，再往前一点。慢慢的让左侧的胸腔落在左大腿根的内侧，将手指头抓地，把掌根立起来，然后逐渐的去感受右大腿根前侧的伸展，左屁股同时要向后向里收住了，保持骨盆在中立位，同时后方脚背要完全压实垫子。那没有很深入的同学的话，喜欢弓背，手臂落不到垫子上的话，依然要在下方垫瑜伽砖儿，借助辅具来完成。我们在骑马时停留10个呼吸，然后退出，我们再去进入到半绳猴，慢慢吐气，将重心往后移，后大腿垂直地面，前方腿伸直，前方脚勾起来，一定要把脚勾起来，我们前方腿后侧才会感受到强烈的伸展。那手不能落下来的话，依然要在手的下方去选择瑜伽砖的高度来帮助自己完成。来用辅具更多的是让我们不去弓背，不去带长腰椎，然后保持脊椎延展，腰背平行地面的一个位置。
可以加深了慢慢的弯曲手臂下来，然后让整个胸腔放松，将左侧的胸腔落于左大腿的内侧，同时确保前方伸直腿一侧的臀肌要向后向里收住了，手指头始终向前。很多同学会慢慢的随着臀部向后把手往后移，手不需要往后移，然后手就在我们起始位置进入的那个位置。每一次呼气的时候，一定要去感受前方腿后侧的更深入的一个位置，你可以感受到随呼气，你腿的后侧有更深入的延展性。深长的呼吸去配合体式的深度，慢慢吸气，抬头，手臂推起来，吐气的时候重心往前柔软下来。我们去进入一字马，把前方腿蹬直，勾脚往前快一点，后方脚回勾，将后膝往后撤，将腿往后走一点，慢慢让整个双腿前后完全的落下来，手指都抓地，然后将胸腔往上立直，尽量去找一点后弯的感觉。那选择辅具的同学，依然去找自己抓的高度的位置就可以。好，吐气，慢慢将手臂落下来，将躯干柔软放松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位置，当我位置很深入的时候，大家尽量去感受你后方腿前侧的大腿面、大腿根儿再往下落。后方大腿根往下落的同时，我们更多的可以将前方臀肌再向后拉，然后更多的去感受前方腿后侧的深入的一个伸展性，以及后方腿前侧的一个深入的拉伸感。始终去找到自己脊背的延展，肩膀的放松。我们在练习瑜伽里的每一个体式，一定要去保持耳朵和肩膀的远离。慢慢的再深入，随呼气将整个身体柔软趴下来，继续去感受自己右大腿面，也就是后方大腿根儿，继续往垫子上面沉下来。保持在这里停留15到20个呼吸。那练习一字马的话，我们需要分阶段去进行。很多同学都想很快的速度去下到一字马，然后会一下子会下得很深。那这样下去的话，肯定是会有的时候很容易去把坐骨拉伤。那有的话就是直接放胯去练习，所以大家一定去把骨盆摆正，然后
循序渐进地去深入。深吸气，抬头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直度抓地，将胸腔推起来。